嗨，这里是 D-Min Studio。那今天我就要拿这把 Luna 的这个半音阶口琴来教大家如何换胶片。好，那以及这个琴，如果你使用一段时间之后，这个胶片出现了一些问题，那你要怎么去解决，还有保养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在换胶片的时候啊，你需要几样工具哦。第一个就是等一下要拆装口琴的螺丝起子，好，再来就是处理胶片用的美工刀。那你在粘胶片的时候，你会需要一罐这个台湾买得到的保利龙胶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口琴拆开来。这包是胶片哦，你买到的 Suzuki 的胶片就长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把口琴拆开来。在换胶片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最基本的口琴的拆装能力哦，这样你在换的时候才不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期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口琴拆开来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动工的地方就是这个黑色的地方哈，胶片黑色的地方，等一下我们要把它铲掉，然后全部换过。换胶片通常有几个原因，第一个就是这个胶片它本身用了太久哦，它已经有一点耗损了，然后再来就是它上面有卡一些口水垢，那个口水垢是你一般你没办法直接清理掉的哦，口水垢在上面累积，那它会累积在这个胶片的周围哦，然后如果你是用像这种Suzuki 的胶片，它会让这个胶片会变色哦，会从比较亮的白色开始会转为比较暗的灰色，那在一阵子之后，它会有点变成绿色的感觉哦。所以这些都是胶片在正常使用、在耗损的时候会发生的状况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有一些胶片，它在原厂出厂的时候，它的安装就不是很平整哦。例如它的胶上了太多，或者是它原本的那个胶片本来就是有一点微弯的。好，那这个都会造成这个胶片在吹奏的时候覆盖不完全，就需要做这个更换。好，再来就是一些琴友自己在拆装口琴的时候，他可能手比较没有那么的熟练，那他就会不小心折到这个胶片，哦，就会造成这个胶片损坏。那通常这种状况，我们就只能把它换掉。那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个小技巧哈，就是我们在拆装口琴的时候，我会尽量就是去摸这个没有胶片跟没有簧片的地方，这样在拆装的时候才不会不小心手滑去折到。那折到胶片这件事情，通常就只能换掉。那它没有其他的解法，你也不可能把它折回来。就像一张纸一样哦，你把它折过之后，基本上你把它折回来，它的那个线的这个痕迹都还是在的。那有一些这个胶片呢，它在出现这个覆盖不完全的这个啪啪啪的这个声响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一个小技巧去解决它。一般胶片都会有上下两层哦，以这个原厂的 Luna 胶片来说，它是有白色的，然后上面有一层黑色的，覆盖不完全的问题不大的话，你可以用螺丝起子把上方这一层黑色挑起来，然后你把它折成一个倒三角形，把它折成一个这样的形状，它就可以比较有力的去覆盖下层比较软的这层胶片，这样它在回盖的速度，打开速度可能会稍微慢一点，不过这个不太影响。那它在盖回这个簧板的时候，它就会比较快，也就是说，你盖回去比较快的时候，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啪啪啪的声音出现。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它，但是这个方法能解决的效果也是有限，所以如果你是非常轻微的这个问题，你就可以这样去弄。那如果更大的状况产生的话，那就是建议换掉。好，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就是 Suzuki 的胶片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覆盖的这个效率很好，然后它的声音换上去之后也会变得比较低沉一些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把 Luna 的胶片铲掉，然后把 Suzuki 的胶片贴上去。接下来我们把胶片铲除之后，上面会有残留的这个原本粘贴胶片的胶，那这个胶你一定要把它完全的清理掉，
因为这个残留的胶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厚度，那这个厚度会造成你在粘贴新胶片贴上去的时候，会有一层薄薄的这个距离，那这个距离会造成胶片没办法完全的覆盖在黄板上，没办法让它贴合的太好，所以就会有类似覆盖不完全或者是漏气的状况产生。所以你自己在更换胶片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完全的把上面这个残胶把它清理干净。那如果你是更换 Hohner 口琴的话，因为 Hohner 口琴的簧片它是用铆钉钉在簧板上，那这个钉上去之后，它的铆钉有可能会凸到另外一边，所以你会发现 Hohner 的胶片，它在设计的时候，它在胶片的尾端有预留一块凸起的地方。好，那如果你把它换上 Suzuki 的胶片 ，Suzuki 的胶片它是全平的，也就是说铆钉凸过去那地方，你要再重新做打磨，让这个胶片可以完全的覆盖在这个簧板上，这样它的胶片的功用以及它的效能会发挥的比较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把上面这些残胶把它清干净。胶片上的残胶在这个簧板上的部分我们已经把它清理完，所以你可以用手稍微摸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凸起来的部分，那你再稍微做一点修正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新的胶片贴到这上面，这个步骤才是很多琴友们在操作上会有困难的地方，所以等一下我就来完整的示范我要怎么贴胶片，以及把详细的步骤跟你说。在贴胶片的时候，我会习惯把要贴的部分朝向我自己，这个胶片的根部朝向我自己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把胶片拆开来的样子。那一样，在拆胶片的时候也让根部朝向我自己，所以等一下我在做接下来的流程的时候就会比较顺手。那我们先来把胶片拆下来，好，因为这是12孔的琴，所以我们最后4个孔是用不到的。那我们稍微比对一下它的长度，因为 Luna 这款琴的簧片是重新设计的，那我刚刚稍微比对了一下这个长度，我把最后3个胶片剪掉，那等一下我们贴上去之后再来做修正。好，我们先把胶片一片一片把它拔下来。胶片拔下来之后啊，根部一样朝向我自己。好，那这个簧板的根部一样是朝向我自己。好，等一下上完胶，然后我们就一片一片的快速把它贴上去。那我个人的习惯，我会先把2组的胶片，也就是正面跟反面2组的胶片先全部排好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就会一次的把它贴完。好，那这样第一个是速度比较快，第二个是这个胶水的用量也会比较省一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件事情。我个人在贴胶片的时候，我会习惯把正面跟反面的胶片都先把它取下来，然后排好，根部朝向我自己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用胶水把它贴到这个簧板上去。那我个人比较不喜欢一片一片的去沾这个胶，也就是说，我不喜欢这样拿起来然后沾，这样拿起来这样沾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效率太低了。所以我自己的操作方法都是，我会把胶水挤在这个纸片上，挤成一条，然后直接一排一排，然后快速的拿了就贴，拿了就贴，这样效率会比较高。那虽然会稍微浪费一点胶水，不过它可以省下更多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操作一下这件事情。沾这个胶片的根部，然后沾完之后把它贴上去。那这个胶水的好处是，因为它不是立即性会干掉的，所以你还可以贴上去之后稍微做一点修正，让这个胶片的角度更符合你想要的角度。好，连续几根簧片比较长，那我们先移除一下这一块胶片，把比较长的胶片贴过来。好，如果你遇到像这种新设计的簧片，你不知道它的长度的话，那你就要稍微测试一下，然后看一下哪一个胶片它是比较符合这个簧片的长度，才不会到时候你贴上去之后差太多，然后胶粘的不够足，
会再掉下来，这样就会稍微麻烦一些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完成第一面的胶片粘贴。好，我们马上把它翻过来，趁胶水还没干之前，先赶快来粘一粘。在粘贴胶片的时候，它的尾端沾到的这个胶的量，要特别注意。如果你沾太多，它可能会渗到另外一边，会粘到这个簧片。那如果你沾的太少，它就会固定的不够牢固。那你吹大音量的时候，它可能就会让你的胶片就喷出去。所以这些都是你要特别注意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来粘贴这一个簧板的最后一块胶片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基本的胶片粘贴哈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是第一块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放旁边，让它干。那我们再来粘第二块。好，一样，根部的地方朝向我自己。好，根部的地方朝向我自己。好，刚刚我们有量过，后面3块胶片是用不到的，所以我们先剪下来放旁边。重复一样的步骤，先把胶片取下排整齐，然后再挤胶水，然后我们一次做粘贴。我们现在来粘贴第二面的簧板，好，把这个胶片把它粘上去。好，一样胶水如果它还没干的话，我们就先用原本的，那一样把它粘上去。好，我们把最后一块的胶片粘上去，就完成今天的这个胶片粘贴的部分。粘贴完之后，记得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把胶片贴歪哦，因为这时候你的材料都还在，你要马上做修正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啊，使用这一种保丽龙胶，或是没有这么快会干掉的胶水，在粘贴胶片的时候，你要特别注意，就是你贴上去之后，你的手不要再摸到，或者是你要做一些胶片上的裁剪或者是修正的时候，记得要等到它干掉之后，你再来做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会把这2块簧板先把它放到通风的地方，让它静置个半天或者是1天，好，让它胶水干掉之后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做裁剪的动作。我自己在做 Laylabs 口琴的时候，我也特别重视这个胶片的粘贴，因为这个胶片如果它贴不好，或者是它的胶水涂太多，那胶片变形之类的问题，都会造成你在演奏上会有胶片的这种细微杂音产生。那如果你今天是一般的琴友，你在吹自己的练习，这个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。不过如果你要录音，你要拿来演出，透过音响，透过你的麦克风录音界面来呈现你的作品的话，那这些细节的声音都会被放大，然后你在后制上也会有一定的难度。好，所以在做这个Laylabs 口琴的时候，我就会特别把胶片然后更换，然后希望它可以更服帖，然后更减少这些杂音的产生。好，那粘贴胶片的部分我们先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之后等它干再来做这个修正，再来做一些裁剪的动作，然后把口琴装回去，就完成我们胶片的粘贴。昨天我们把胶片粘上去之后，那我们今天要来裁剪一下胶片，把这个多余的胶片剪掉。好，那就从这个很明显就从高音开始看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都多出来了。那我们就把它剪掉。你可以去买这种这种小剪刀，尖头的，那它在剪的时候会稍微好剪一些。拍这种记录过程影片，还有教学的影片比较麻烦的就是你要在拍摄镜头跟
这个你自己习惯的动作之间去做抉择。像我这样就会有点看不到我要剪的这个风道，所以我就只能大概猜一下。平常我自己会习惯是拿很近的角度去剪，拿近一点的角度去剪的话，会看得比较精准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剪这样好了。先试试看这样能不能用，或是吹感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你在尾端预留太多胶片的时候，它会特别容易粘胶片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半音接口型在粘胶片的时候啊，你在黄板装上去的时候，你应该可以知道哪些音是高音，哪些音是低音。高音的收拉通常有一些原厂琴的时候，它会不贴胶片让你可以在吸气的时候做压音。那我自己在吹半音阶的时候，我不会压到这么多的这个声音，所以我就会选择把它贴胶片贴上去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下黄板的话就在这个地方。那最后高音2个孔的话，你要稍微交叉测试一下。有些琴贴的会比较好吹，有些的琴不贴比较好吹，所以你自己要这个交叉测试一下。那我通常的习惯都是我会全贴，然后我再把我不要的把它撕掉，这样会比较干脆一点。好，观察了一下它这把琴呢，它最后应该是没有贴的，因为我这里没有除胶的痕迹所以这个我会把它撕掉。然后内侧它是有贴的，好，那我就把这个撕掉。这个的话，它这里2个是没有贴的但是因为我很少做高音区的压音，所以我就会把它贴上去。然后这个有贴，内部这个也有贴。好，那所以 Luna 这款琴，在乍看之下，应该就是只有最上层的最右边外侧是没有贴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把它装回去试试看。刚好在拍这支片的时候，我在同时维修这个JDR 的 GM0648，我们稍微比较一下这2款琴。看起来好像都是类似的，孔位啊，螺丝应该也是能通用好，那我们就来把我们刚刚维修好的这个贴完胶片的 Luna 把它装回去。超好吹，好，所以把这个胶片换掉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外壳，把它装回去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 Luna 换胶片的教学。好，这样的话，这把 Luna 就重新复活我会用来做更多的教学，还有一些这个抒情曲子的录音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样，拜拜。